张氏，加把劲儿，快加把劲儿啊！孩子露头了。而张薇薇此时已没有了力气，她睁大双眼，目光逐渐涣散，眼前闪过她这一生。而是因为自己一时贪玩失去父母，少时哥哥染病去世，在奶奶的刻薄下，好不容易熬到成亲，看着老实的丈夫又对她非打即骂，虽然很快怀孕，但活儿一点没少做，眼下还是这样的情况。大家说的对，她就是天煞孤星。她这一生除了做饭种田什么也不会，除了受苦受难什么都没有，克父克母克兄，现在她自己也要被自己克死了。那就这样吧，一了百了。出来了，孩子出来了，是个儿子。让我看看。快看吧。好了吧？外面已经催了，文婆赶紧将孩子抱出去，门外传来了欢喜的声音。原来这就是自己的孩子，她好想陪他长大呀，可是她好像不行了呢。一阵大喘息后，张薇薇感觉到血液在从她体内慢慢流出，恍惚间她好像看到了爹娘还有疼爱她的哥哥，他们笑着朝她挥手，她也变成了那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。她慢慢闭上了双眼，一滴泪从她眼角划过，这辈子太累了，希望下辈子不要再这么苦了。一阵嘈杂声和哭喊声中，张薇薇睁开了双眼，她躺在地上，怎么回事？自己不是难产了吗？而且她的身体怎么也变小了，看起来也就3、4岁的样子，现在是什么情况？她环顾四周，发现前面围着一群人，她看到了有个人躺在地上，旁边有个老妇人在哭天抢地。郎中来了，快让一让，让一让！哎呦，他爹，你怎么了？你不要吓我呀！这时冲过来一个年轻妇人，看到郎中摇头就晕了过去，头恰好撞在石头上。就在张薇薇疑惑不解的时候，有个6、7岁的小男孩跑过来，一把抱住她，哇哇地哭了起来。薇薇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爹娘怎么都躺在地上？他们不会不好了吧？张薇薇呆住了，慢慢转头看着这个男孩，这个轮廓好熟悉。这是哥哥，那躺在地上的不就是爹爹？刚才晕倒的夫人不就是娘亲了？他想起来了，当年就是这样，自己贪玩跟小伙伴跑到河边，不小心掉了进去，爹爹为了救自己被淹没救回来，娘因为爹的去世晕倒撞在石头上，没过多久也离开了人世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他怎么又回到了这个时候？他这辈子的悲剧又要重新经历一遍吗？醒了，醒了，我们家老大醒了。张清远有点懵，刚才他还在环山公路上开车，眼看就要撞到对面横冲直撞的大车了，突然眼前一黑，睁开眼就出现在了这里。对了，媳妇儿呢？张清远挣扎着爬起来，看到有个妇人躺在地上，模样跟自己媳妇年轻时候一模一样。若兰，若兰！清远，你怎么变这么年轻了？你怎么穿成这样啊？我头怎么这么疼啊？咱俩……林子，你没事可太好了，赶紧看看你娘吧。你娘看你醒了，高兴的晕了过去。没等张清远反应过来，扑过来2个小孩。爹娘，你们没事吧？山子好担心你们啊，还有妹妹都吓坏了。张清远不愧是大学教授，当下稳住心神，不慌不忙地说道：哦，我跟你娘没事了。走，我们先把奶奶叫醒，回家再说。张清远站在院子里，看着四周的房子有点懵，瞥到栓子，当即捂住额头，让栓子扶自己回屋，这才找到自己的屋子。李若兰反倒接受能力很强。清远，咱俩这是穿越了吧？竟然还有2个孩子，你说他俩这怎么就这么可爱呀？张清远知道自己跟若兰结婚10多年，若兰最大的心愿就是生个属于自己的孩子，可惜年轻的时候工作太过拼命，把身体都累垮了，努力了10年都没能达成心愿。是吗？我光顾着你了，根本没注意2个孩子。哦，对了，
你头没事吧？刚才你还说头疼呢。不过，你说咱俩这两眼一摸黑，到了这里，接下来该怎么办啊？看这个家的情况，可不太好啊。没事儿，船到桥头自然直嘛。一会儿问问栓子。说到栓子，咋这么正太呀？真的是我生的吗？还有那个小女孩，也太软萌了吧！这简直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孩子呀！张清远抚住额头，不想说话了，两句不离孩子，还是等栓子过来问问情况吧。怎么回事？姨娘竟然都没死？怎么回事？姨娘竟然都没死？再次见到爹娘和哥哥的感觉可真好。原来自己的女儿叫微微，真是个好听的名字。栓子也不错，长得帅不说，逻辑还很清楚，说话有条有理的。不愧是我李若兰的儿子。张清远听着儿子的介绍，心里对这个家的状况有了大致了解。微微，奶奶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不要去河边，你怎么就不听呢？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！说罢就要上去揍人。娘，我已经说过微微了，她也保证不会再犯了。栓子也拦住徐老太，承认是自己没有看好妹妹，要打就打自己。张清远也在一旁附和，说孩子知道错了，以前也没看出来你们这么齐心。老大，不是我说你，你一个读书人又不会浮水的，微微掉水里，你喊人来救就行了，非要逞能自己跳下去，幸亏被人救了，要不我跟你爹该怎么办呢？听到爹娘和哥哥对自己的维护，眼圈再次红了，抬头看看娘，再看看爹，还有大自己3岁的哥哥，原来这就是有人护着的感觉呀，可真好。微微啊，头发怎么这么乱啊？是不是哥哥不会梳啊？娘帮你说好不好啊？张微微点点头，能有娘疼，这是她从记事起就一直渴望的事。看来要想让娘仨穿得好一点，赚钱才是第一要务啊。自己在做教授的时候就主要研究古代科举，可真是巧，自己也算是熟读四书五经了，就是背诵方面有所欠缺，为了娘儿3的幸福生活，只能加把劲学了。等傍晚，张老头带着2个儿子下地回来，听闻老大为了救微微掉进河里，顿时惊出一身冷汗。一家人刚坐下，张老汉就开始数落张清远，不过他也知道张老汉是关心自己，也不回嘴。哎呀，老头子，我看老大应该是知道错了，你们也忙活一天，肯定是饿了，先吃饭吧。娘，我没事了，鸡蛋还是给孩子们吃吧。我看栓子跟微微瘦的都没几两肉，该好好补补了。看看因为一点鸡蛋就吃得这么香的2个孩子，李若兰心里属实不是滋味，2个孩子过得也太苦了点，夹起一筷子茄子放入嘴里，差点吐出来，这也太难吃了点。再看眼旁边的张清远，发现他也一股难以下咽的表情，夫妻俩互看一眼，都默默地继续吃起来。艰难地吃完这顿饭，张清远忍不住了，娘啊，以后让若兰做饭吧。哎呀，可别呀，他做饭大手大脚的，让他做饭咱家早穷死了，还是好好打络子赚钱吧。啥？打络子？我还有这手艺呢。媳妇儿应该不会这么高难度的东西吧？娘，若兰刚才跟我说呢，看你每天这么辛苦，她也想出点力啊。出点力？不如多打几个络子，还能多赚几文钱，给你买些纸。娘，我是这么想的，络子呢先不打了，1个月挣不了几个钱，明天我带若兰出去看看能不能做点小生意。什么几个钱？我看你是长本事了，几个钱都不放在眼里了。没有这几个钱，你拿什么读书啊？还做小生意？你是做生意那块料吗？不想读书就给我下地去。哎，爹，我错了啊，别打了，我都这么大人了，打我不合适吧？张清远很憋屈，自己上一辈子的年纪也就比张老汉小一点，没想到这个爹属于一言不合就开打的类型，这画风不对吧？
清远，我还是头一次看你这么憋屈呢，太好玩了。行了，别笑了，再笑我真恼了。何况微微还在呢，给我留点面子。爷爷生气了，爷爷打的疼不疼？微微真好，爹不疼啊。看你女儿还知道心疼我，你就知道笑。清远，我知道你喜欢孩子，不用骗我了。你看别人家孩子的眼神多渴望，我就有多愧疚。谢谢你这么多年一直不离不弃的陪着我，是我拖累了你。若兰，我不准你这么说，咱俩是夫妻，没什么拖累不拖累的。没孩子咋了？没孩子我们照样过得开心啊。何况现在我们有了一儿一女啊。没错，栓子和微微就是我的孩子了。虽然我没经历过生他们的痛，但也是从我的身子里生出来的，是亲生的。你能这么想就好了。不过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不是提升下生活水平啊？今天晚上的饭我实在是不敢恭维啊。可惜老太太不同意让你做饭，看来我们的胃还要饱受一段时间的折磨了。你说的对，咱这个家也太破了。我李若兰的孩子不应该这么寒酸。我看你今天让栓子给你找书了，怎么样？咱现在在什么朝代？而且你不是研究古代科举的吗？对科举有没有把握呀？什么朝代我也不清楚啊，不过三字经都有了，应该是宋朝以后了吧。至于科举，虽然我研究的课题是古代科举，但是四书五经我也不会背啊。而且我才刚过府试，是个童生，秀才都不是，心里没底啊。我看吧，咱家还得是要靠你了，老婆大人。靠我？我能有啥好办法呀？也不知道咱们在什么朝代，古代对女人限制这么多，说不定我们处在女人不能抛头露面的时期呢。唉，等明天我去书房看看，确定下朝代，再带你去镇上看看吧。赚钱才是第一要务啊。至于科举，我尽力吧。跟这些学了10几年的古人拼，估计能被他们虐成渣渣了。哎，算了，船到桥头自然直，咱俩也别太纠结了，见招拆招吧。为了2个孩子，咱们也得好好混啊。因为心里装着事，第2天一大早，若兰，快醒醒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，清源？你别吓我呀！我刚才去书房翻书，发现咱们现在所处的是庆朝，现在是什么文正年间？问题是，历史上没有这个朝代啊！嗨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呢，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？咱俩都能穿越了，什么离奇古怪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吗？也是，虽然这个朝代历史上没有，不过前面的历史大致相同，就是当年忽必烈没有入侵成功，反而被庆朝开国皇帝庆高祖给一统了。我大致算了算，咱们现在所处的时期差不多是明朝时候。明朝也好，庆朝也罢，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填饱肚子，赶紧回去看书去。我去厨房看看，尽量搭把手，免得老太太做好饭我还得强忍着吃完。好，你赶紧去吧，我也不想胃受罪了。我还得去看看地方志，确定下咱在什么地方。啊，对了，我今天早上想吃面哈。知道了知道了，我这就过去。娘，我们今天早上吃什么呀？我来帮你吧。哎呦，若兰啊，让娘来就行啊。今天早上吃粥，你先回去把微微叫起来吧，这里不用你。哦，好吧。哎，看来赚了钱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吃点好的。发现周围一个人都没有，难道昨天的一切是幻觉？爹娘，你们去哪儿了？不要丢下微微。娘在的啊，微微不哭了，爹和娘怎么可能丢下你呢？就让若兰好好体会下被孩子需要的喜悦吧。来到集市，一家4口观感不一。清源老弟啊，这是你上次写的画本的润笔费，故事情节有些老套，反响平平，只能给你1两银子。好，掌柜客气了。哦，对了，这次书局又来了几本新的画本，听说在府城那边卖的不错，你看看有没有喜欢的。四福，你把新来的画本拿过来。
张清远从书局伙计手里接过画本，这都是啥呀？有张五郎落草为寇记，有张三英雄传，还有一本竟然是宋公子与燕春楼不得不说的故事。看来这个时代的读书人精神生活很丰富嘛。张清远大体翻了翻这3本画本，文笔一般般，故事在自己看来挺老套，不过在古代人民心中应该很大胆了。又去书架上看了看其他的画本，看来自己的赚钱大业可以顺利实施了。娘，你识字？没，怎么会呢？娘就是看看。我看娘是想认字吧，我也想认字。上一世，张薇薇在少女时期机缘巧合下见过一个书生，反正就是很好看，可以说是集合了她对一个男子的所有向往。那时候她就在想，到底是什么样的女子才能与之相配？她自嘲地笑了笑，反正肯定不可能是自己，顿时佝偻起身子，默默离开，将这份爱慕藏在心底最深处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她也长大成亲，那个书生的容貌已经模糊不堪，但当时自己的自卑以及对读书人的向往始终挥散不去。微微想认字啊，告诉娘，为什么想认字呢？我就是觉得读书人好厉害，我也想变厉害。娘，女孩子是不是不能认字啊？张薇薇壮着胆子问道。当然不是了，女孩子当然可以认字了。微微想认字的话，等回家就让爹爹教，娘跟你一起学，好不好啊？他卑微地想着，等他认字之后，他是不是就会拥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，不用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嫁给那个对他打骂的相公。爹爹今天开心，带你去买好吃的，走喽。一家人走出书局，还挺高呢，怪不得都说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呢。在物价这么低的古代，抄书的收入可以用不菲来形容了。画本儿不就是小说吗？这个我熟啊，看来在古代活下去没啥问题了。不过还是得看看有什么可以做的小生意，毕竟我不会打络子，万一露馅儿不好交代啊。可刚才看了一圈，这古代集市很是繁华，他能想到的买卖基本上都有人做了，看来是自己想的简单了，还以为在古代生存很容易呢。古人的智慧真是不可小觑。终于吃饱了，从昨天到现在，张清远和李若兰终于吃了顿饱饭。馄饨好好吃啊！爹娘，等下次大集我们还来吧。行，爹下次还带你来，也带着我们微微一家人一起来。微微抿嘴笑笑，栓子欢呼起来。一碗馄饨就这么开心，栓子还好，男孩子嘛，穷养就穷养了。微微一个女孩子，可一定不能穷养。以后的目标不说大家闺秀，小家碧玉总该有吧。乖女儿，你想认字啊？那以后爹爹每天抽出半个时辰教你。这样不会耽误爹读书吗？当然不会了，我的女儿不识字才不对呢。不过你可得答应爹爹，一定得坚持下去，好不好？好的爹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还有娘，我跟娘一起学。爹，那我咋办？我也想读书。栓子一听也急了。你呀，爹就勉为其难也一起教了吧。不过爹得定期考教你，答不出来就等着屁股开花吧。不是吧？为啥不考教妹妹呀？我太难了。妹妹是女孩子，是要宠的，你一个男孩子以后可是要科举的，还得赚钱养家的，当然得经常考教了。好了，赶紧的带路，既然要识字，去卖毛笔的地方给你们一人买一支毛笔。爹，好贵啊，我们别买了吧，我不认字了。胡说，哪能不认字呀？放心，爹爹有钱，以后还要给我们微微买好看的衣服呢。那个怎么卖呀？这个是清远最喜欢吃的菜了。娘，你怎么问那个呀？奶奶做过一次，很难吃的，特别臭，栓子一点都不爱吃。难道古代人不会洗？啊，这些不值钱，都是天头。你想要的话送你些。都要呢？那你给1文钱吧。那都给我包起来吧。放心，娘会做，等回家做给你们吃。没错，你们娘做的可好吃了。
果然，女人爱逛街是天性。看着兴致冲冲的想再去买几匹布的若兰，张清远连忙劝住，再买下去自己有私房钱的事儿就要保不住了，万一回家交代不清，再被张老汉揍一顿咋办？回去的路上，撤！马蹄声由远及近，已经提前闪开的张清远被马车蹭了一下，紧紧抱着怀里的女儿，防止女儿受伤，自己重重地摔了一跤，头撞到了路边的石头。清远，你没事吧？那马车怎么回事啊？你不是躲开了吗？我也不知道啊，马车好像突然变道，刮了我一下。没事没事，就是头有点晕。买了这么多肉，哎呀，怎么还买了大肠啊？哎，这么臭怎么吃啊？还有盐，还有油，还买了纸，怎么还有烟叶呀？抄书的钱岂不是都让你们花完了啊？家里是有金山银山呢，顶得住你们这么花？等你爹回来，看你们怎么交代。娘，买都买了，不光买了烟叶，还给你买了桃木梳。若兰，快把梳子给娘。大肠若兰会做，今天晚上就让若兰做饭吧。你忙一天了，好好歇歇。我去书房看书了啊。扔下这句话，张清远立刻溜了，只留下李若兰尴尬地笑了笑。娘啊，微微说你的梳子旧了，非要买一个新的孝敬你。哎呀，买这个还不如多买几斤肉吃呢，我那个梳子还能用。哎，得了，老大不是说了让你做饭，还愣着干什么呀？去吧。哎，轻点折腾我厨房啊，我去倒污水。怎么这么香啊？坏了，这个李氏不会把肉全煮了吧？老大媳妇儿，你这是把肉都煮了吧？你快把我杀了吧！我就知道不能让你做饭，咱家迟早要被你霍霍到出去要饭的。这一通骂都给李若兰整懵了，自己上辈子的婆婆是个高级知识分子，说话温文尔雅，从不发火，她也从来没感受过什么婆媳矛盾。碰到这样的徐老太，李若兰怎么可能是对手？娘，肉我没用呢，这锅里煮的都是我买回来的大肠。哦，大肠这么香啊！哎呦，下次你早说呀！娘先去喂鸡了啊，你继续。真是秀才遇到兵，婆婆真难搞啊！来到书房，拿起一本大学，没看几页，心态就崩了。自己虽然喜欢研究四书五经，但也不是每一本都很熟啊，更不用说还有四书五经的其他书了。算了，读书就先缓一缓，到时候做个计划，慢慢来。先看看这个时代的话本吧。娘，今天做啥好吃的了？是不是肉啊？咱家好久没吃肉了。是啊，娘，这也太香了吧！我今天能吃3碗饭。今天可不是我做饭啊，是你们大嫂做的。以前娘做饭的时候也没听你们夸过。徐老太表示很不爽。娘做肉的时候也很好吃，这不咱家不怎么吃肉，我都快忘记肉什么味儿了。吃，就知道吃。他娘，哪儿来的肉啊？这是大肠，不是肉。大嫂，你别骗人了，大肠明明是臭的，怎么可能这么香？确实是大肠，不过呢，肉也买了，还买了2斤。去问你的好儿子吧，自求多福吧，老大。娘虽然得你一个桃木梳，但你花这么多钱的事儿是瞒不过去的。老大，你给我滚出来！果然还是来了，老娘这不是火上浇油吗？媳妇就不能帮自己挡一挡？可别，咱也要脸，怕被训。说，哪儿来的钱？爹，我今天去教书了。行吧，买就买了，把剩下的钱给我吧。没了，都花了。什么？都花了？都买的啥呀？买了一刀纸和3支毛笔。还有呢？再就买了点油和盐。不对呀，2斤肉再加上纸笔，不应该超过200文的。老大抄一本书可是300文呢，花了100多文就买油和盐。爹，你听我说啊，我今天考教了栓子，虽然我没多少时间教导他，但是你孙子自学的非常好，资质很不错，比我强。我这不是想着栓子太瘦，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应该多补补。
到时候咱家还能再出一个读书人吗？哦，对了，爹，栓子今天还说你这天干活辛苦，非缠着我给你买点烟叶。栓子，快去把你给爷爷买的烟叶拿来。哼，我大孙子确实比你孝顺多了，以后也肯定比你强。不过，你还是得以自己读书为主，听到没？得了，收拾收拾，先吃饭吧。张清远松了口气。妈呀，这一关可算是过了，儿子真是我的大救星啊！啊，我资质好，什么时候的事啊？怎么没听爹说过？什么时候这小老头能尊重下读书人了？别做梦了，读书人那也是我儿子，想怎么打就怎么打。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过来吃饭呀！用不用我亲自去请你们呀？不用。兄弟三人立刻笑脸相迎。这大肠做得不错。哎，老大媳妇儿，不过你怎么知道应该怎么洗啊？就是，没想到这大肠也能做得这么香。大嫂，你怎么这么厉害啊？对呀，自己怎么会洗呢？抬头看向张清远，关键时刻还是靠自家老公吧。爹，是我之前读书的时候在一本杂记上看到的，就教了教若兰。哦，杂记哪来的？好啊，老大，爹让你读书是让你科举的，你竟然敢看杂技，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！说完就要起身。完了，救了媳妇儿坑了自己。就是我之前抄书的时候，书局老板看我得用送我的，我也没怎么看，就读书累了的时候看一小会儿。老二老三，你俩慢点吃，给爹留点啊！爹，你快吃吧，我自己心里有数。儿子啥时候都能训，吃可不等人呢。其他观战的人也赶紧开动起来，生怕晚了就让这两头饿狼吃光。娘做的比馄饨和肉包子都好吃，有疼爱自己的娘亲和爹爹，生活顿时不一样了。真好吃。老大，仅此一次，下不为例啊！以后花钱一定要提前跟我打招呼，咱家的钱是要攒着给你科举用的。还有，杂技以后可不能看了啊，咱家就靠你了呀。对了，孩子他娘，以后多买点大肠吃。一边的张清远不敢说自己这几年科举无望，只能含糊的应下。爹，娘说要给我讲小红帽的故事呢。好，那快让你娘给你讲讲。好了，娘要讲了。从前啊，有个可爱的小女孩，她总是戴着外婆送的红帽子，大家都叫她小红帽。这一天啊，小红帽的外婆生病了，小红帽的娘亲让小红帽给外婆送去一块蛋糕和一瓶酒，嘱咐小红帽一定要走大路，不要进树林。小红帽高兴地答应了。娘，什么是蛋糕啊？是吃的吗？对啊，就是软软的香香的，用鸡蛋、糖和面粉做的。一听就很贵。娘，蛋糕是不是很贵啊？不贵，娘以后给你做好多好多好吃的，让我们微微啊吃个够好不好？还是不要了吧，我们把钱省下来给爹爹科举吧，我能吃饱就行了。娘，你快接着讲，小红帽怎么样了？然后呢，小红帽走着就看到了蝴蝶，追了过去，又看到了蘑菇，也采了起来，渐渐走进了树林，迷路了。这个我知道，树林里有好多野兽，不能进去，很危险的。对，微微说的真棒，树林很危险，迷路的小红帽碰到了一头大灰狼，但是小红帽还小，没见过大灰狼，就上去问路。大灰狼得知小红帽是要去给外婆送吃的，就忍住了吃小红帽的冲动。知道外婆就住在林中小屋，还是一个人住，就诱骗她去摘野花送给外婆，自己去林中小屋把小红帽的外婆给吃了。娘，为啥大灰狼会说话呀？而且小红帽的外婆
怎么能住在林子里呢？多危险啊！李若兰头疼起来，谁能告诉她一个3岁的小女孩怎么问题这么多呀？这个娘也不知道，娘也是听你外婆说的。先别说话了啊，听娘继续给你讲。好吧，娘，你继续讲。小红帽怎么样了？最后找到路了吗？当然找到了。小红帽来到外婆家的时候，被伪装成外婆的大灰狼也给吃进了肚子里。大灰狼回到树林的时候，碰到了一个勇敢的猎人，听到大灰狼肚子里的求救声，杀掉大灰狼，将小红帽和外婆救了出来。好了，故事讲完了。娘，故事真好听，不过为啥大灰狼能伪装成小红帽的外婆啊？小红帽发现不了吗？而且都吃进肚子里了，怎么还能被救出来呢？谁来救救他呀？难得的亲子时光被微微的问题整了个稀碎。娘也不懂，不过你爹是读书人，他应该知道。他爹，你来回答吧。微微啊，这就是个故事，都是人们幻想出来的。那什么，别纠结了，故事讲完了，你快睡觉吧。爹和娘累一天了，也想好好休息了。好吧，爹娘，我睡了。若兰，我想了想，科举这边我估计暂时没戏了，只能说尽力而为。没事儿，清源，这方面咱确实比不过古人。那你这是准备写小说了？也没别的办法了，咱家太穷，先赚点钱养好孩子再说吧。你得帮我参谋参谋，我看原身这里闯荡江湖之类的话本不少，我想写个武侠小说。我看行，我这边呢，你说我去摆个小摊儿卖猪下水怎么样？要不还是算了，这摊子不是那么容易，要干的事太多了，还得去租个店面，不租店面，锅碗瓢盆桌子凳子的也没地方放。况且这2天的接触下来，我看老头跟老太太虽然明事理，但一提到钱就跟要他们命一样，别再被骂一顿。那怎么办呢？我又不会打络子，这样下去很容易露馅儿啊。早知道上辈子我去学农业或者理科啊，学个工商管理还是酒店管理，做到总经理又怎么样啊？现在可好，啥也做不了。若兰，别着急，谁能想到咱会穿越到古代来啊？照现在这个情况来看，赚钱的事情交给我，你呢，先好好教育咱俩的孩子，这不是你一直以来的愿望吗？何况咱又不可能一直这样，以后肯定有你大显身手的机会。打络子的事情也别担心，我替你解释。哎，行吧，孩子你放心，交给我，我明天就去跟娘商量商量，把做饭的活接下来。这么小的孩子，不好好补充营养怎么行呢？哎，清源，你有没有发现咱家微微有点敏感啊？好像就怕咱俩生气似的，而且还格外的抠门啊，一听到花钱就吓回去了。这么点的孩子就开始考虑钱不钱的事了。再看看栓子，除了吃啥都不关心。这2个孩子性格怎么差别这么大呢？可能是以前日子过得太差，栓子还好，嘴甜，我看小老头挺疼他的。至于微微嘛，可能还小，不太会说话，又是女孩，而且说不定咱俩以前不大重视她，所以才格外小心翼翼的吧。我们以后多宠着点吧，女孩啊，还是要富养。是该好好养着。我张教授的女儿以后怎么着也得是个大家闺秀啊。好了，今天累一天了，赶紧睡觉吧，明天还要教微微和栓子呢。一晚上，张清远睡得都不踏实，跟做梦一样恍恍惚惚，眼前不断闪过原身这20多年的记忆，一幕一幕都回现在眼前。张清远猛地清醒过来，满头大汗，刚才被水淹没的感觉太过真实，让他一度脑袋一片空白。刚才梦中的他仿佛真的过完了原身的一生，原身读过的背过的书也都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。哎呦，清源啊，你这是干啥呀？吓我一跳！你怎么这么兴奋？这么早就醒了？我不光醒了，我还觉醒了。什么觉醒不觉醒的？你到底咋了？睡了一觉睡傻了？也没发烧啊。我昨天晚上睡觉做个梦，你猜梦到了啥？磨磨唧唧的，就做梦能梦到啥呀？没事，我起床了。我梦到原身的记忆了，咱俩再也不用担心露馅了。真的假的？这么玄幻吗？那为啥我没梦到原身的记忆啊？那谁知道了，你没记也没事，不是还有我吗？等有时间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。我回想了一下，原身读书确实不错，你就瞧好吧，你老公明年就给你考个秀才出来。哦哟，那我岂不是秀才娘子了？张大秀才。
娘子过奖了，现在你相公我迫不及待要去书房大展身手了。来到书房的张清远拿起四书五经翻了翻，简直就跟开了挂一样，倒背如流。哎，乖孙听话啊，好好跟你爹学，咱栓子以后肯定有大出息。乖孙子，好好学，爷爷让奶奶给你做好吃的。行吧，不过我要吃娘做的，奶奶做的饭不好吃。行，那以后让你娘做饭。等一下，清远，微微也跟着这个时辰起，会不会太辛苦啊？要不等再大一点的吧。没关系，娘，我能坚持下来，我一定会好好认字的。好吧。这边李若兰跟微微解释着人之初性本善的意思，一看微微疑惑的眼神，坏了，女儿这是又要问问题了。哎，女儿怎么不问了？微微，你想说什么？我没事儿，娘，你接着讲吧。微微，不用害怕，有什么问题就问，跟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娘又不会责怪你。真的吗，娘亲？可是你不嫌我问题多吗？怎么会呢？微微怎样娘都喜欢。娘，每个人的本性都是好的吗？那为什么还有好多坏人呢？那是因为他们的爹娘没教好他们呀。你看，还有下一句呢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啊，因为后来每个人所处的环境不一样，性情就产生了很大差别。哦，那我明白了，所以那些坏人一开始不是坏人咯。那我以后碰到坏人应该怎么办啊？这个不用担心，爹和娘都在呢，一定会保护你，不让你被坏人伤害的。可是爹娘和哥哥都不在的话，我该怎么办呢？上一世的微微因为克死了爹娘哥哥，在家没人理，在外被嘲笑。她除了默默做活，平常就是一个人蹲在角落，努力降低自己的存在感。那等你大一些，娘给你找个先生教你练武，这样你自己强大了，遇到坏人就不害怕了。哦，好了，练武是以后的事情，你现在还小，爹娘都会在你身边的，没有坏人会伤害你的。先好好读书吧，来，娘教你怎么写。庄稼这几天就要成熟了，马上就要双抢了，还是跟往年一样。老大，你学业先停一停，咱全家人先把稻子收了。老大媳妇儿，既然刚才答应栓子以后让你做饭，那你这几天就在家里吧，每天午后做了饭送到地里，让你们娘跟着一起下地。啥？徐老太蒙圈了。老头子，你不是搞错了吧？往年不都是我做饭的吗？老大说栓子读书很有天赋，为了栓子的学业，你就把做饭的活计给老大媳妇儿吧。栓子嘴馋，你也不是不知道。好吧，那老大媳妇儿，厨房就交给你了啊，少给我用油，听到没？还有，记得每天喂鸡，别给我饿死了。知道了，娘，放心好了，我一定会把家里照顾得妥妥的。能在古代碰到这么好的公公婆婆，真是不容易啊。就像张老汉，虽然对几个儿子一点不客气，但总体来说还是一个很开明的古代家长，没有因为清远是读书人就格外优待，重男轻女思想有，但也不会嫌弃孙女。而徐老太虽然有时候脾气上来比较暴躁，但也很明事理，也宠孩子。咋的？看不到我这个老婆子也在忙活？咋不心疼心疼老娘我？哼，有了媳妇忘了娘。散步的时候，李若兰和张清远商量晚上的吃食。张清远表示一定要吃点肉补补，李若兰顺势提议包饺子。包饺子？那是什么呀？娘，又是吃的吗？不会吧，不会吧，这里不吃饺子的吗？饺子肯定是吃啊。乖女儿，弟弟在书上看过，北边的人就是吃饺子的，听说可好吃了。我那次跟你娘说过，可能你娘记住了。对，就是你爹告诉娘的，说是用圆圆的面皮，里面放上肉馅儿，对折捏起来就是饺子，跟不带汤的馄饨很像。娘第一天正式做饭，给大家做个新鲜的，怎么样啊？微微，想吃吗？想，有肉的肯定好吃，原来是贴在书上见过的，怪不得我没吃过呢。
爹娘，我们回去吧，爹还得读书呢。没事，爹想陪陪你。不要了，爹还是好好读书吧。那不行，读书再重要也没有家人重要，爹必须好好陪着我们微微长大。你爹说的对，微微呢就是爹跟娘的心肝宝贝儿。爹娘，我可以问你们一个问题吗？当然可以了，乖女儿，你问。为什么好多人都说女孩子是赔钱货啊？她们不是女人生的吗？微微，你记住，在爹娘心里，你不是赔钱货，别人怎么想是他们的事儿。你爹爹说的对，他们不识字，没文化，所以他们把什么事都怪到女人头上。所以呢，微微，不要理会这些人，有爹娘在呢，你想笑就笑，想哭就哭，爹娘宠着你，谁敢管？知道了，爹娘。回到家，李若兰赶紧让微微上床躺下，轻声哄着微微，没一会儿就睡着了。唉，眼不见为净，眼不见为净。唉，反正肉早晚都要吃，以后自己把钱掐在手里，我就不信这败家娘们儿怎么花钱，让她也蹦跶不了。娘，今天晚上做什么好吃的？哥哥，我们今天晚上吃饺子，听说是北方的吃食，还放了肉，肯定很好吃的。饺子听起来就好吃，我们什么时候开饭啊？娘，你辛苦了，快休息一会儿吧，等以后我长大了，帮娘一起做饭。哎呦，我的乖女儿，怎么这么懂事啊？你现在就帮了娘大忙了。快过来，让娘亲一口。母女俩哈哈大笑，去，就跟谁没有女儿一样，谁家老是抱着女儿亲呢？况且自己也没对孙女儿很差呀，小孙女儿怎么也不亲亲自己？奶奶，您也辛苦了，我也抱抱您。抱什么抱？奶奶看你只亲你娘。啊，对了，老大媳妇儿，下次赶集啊，我再去买些彩绳。打络子这个事还是得做呀，好歹能补贴点家用。可是娘，我这不是还得做饭吗？做饭怎么了？下午正好微微睡觉，你打完络子再做饭呗。可是爷爷快点吧，这个新吃食我还没有吃过呢，有什么话吃完再说行不行？大家吃饭。不错，确实好吃。老大媳妇儿，听说这个新吃食是北方的啊？没错，这个是我按照清远说的做的。咱家的情况我知道，毕竟今天是我第一次正式做饭，我们就吃顿好的。以后我一定会在有限的条件下给大家做的可口一点。好，大嫂说得好，大嫂你太厉害了。大哥描述一下，你就做出了饺子，还这么好吃。快吃你的饺子吧，吃都堵不住你的嘴。怪不得老太太一直嘱咐我要省着做呢，就这吃法，不控制肯定不行了。我看咱家地周围已经开始收稻子了，那我们明天也开始。老大，这几天读书先放一放，农忙完再读书。老大媳妇儿，这几天就你自己一个人在家，没问题吧？放心吧爹，每天午后我都会去给你们送饭的。最高兴的当属栓子，不用起那么早了，刚要欢呼，就听自家老爹说：臭小子不用急着高兴，你每天跟我们一起去地里，拿着书去田边读给我听，功课不能落下。栓子哀嚎一声，再次看向张老汉，那边的张老汉根本就不跟孙子对眼，挥手让大家散了，早点去睡。娘，今天还有故事讲吗？我可以再听一个吗？讲啊，怎么不讲啊？以后娘每天晚上都给微微讲故事好不好啊？娘快上来，我要听故事了。那我们今天就讲一个农夫与蛇的故事。从前啊，有一个农夫，每天都辛勤劳作。在一个冬天的日子里，寒风呼呼地刮着，他在路旁发现一条小蛇，小蛇被冻僵了，蜷缩着身子不能动弹。蛇可是个好吃的东西，听人说蛇胆还大补呢。娘，这个农夫是把蛇杀了吃掉了吗？倒是也没有。他看这条蛇这么可怜，把它救起来了。这个农夫是不是傻啊？怎么可以救蛇呢？
蛇是个坏东西。因为他们这个地方很少有蛇，这个农夫是第一次见到，所以看到蛇冻僵了，就把蛇救了。哎呦，总算是圆回来了。好吧，然后呢？蛇醒过来把农夫咬死了吗？微微说的对，所以我们以后如果碰到陌生人有困难，不能随便帮忙，说不定就被恩将仇报了。可是娘不是还教我人之初性本善吗？碰到需要帮助的人，到底能不能帮呢？话是这么说没错，我们应该保持善良的本性，但是帮助必须有个限度，不能什么都帮，只能帮助真正遇到困难的人。万一遇到需要帮助的坏人，我们跑都来不及啊。所以说呢，如果遇到迷路的人，你可以帮忙指路，但是不能带他过去。遇到乞丐可以给个馒头，但是不能因为好心把乞丐带到家里来。要怎么知道那个人是不是真正需要帮助啊？我不懂。没事儿，等微微长大了，懂得多了就什么都知道了。好了，微微，睡觉吧。好吧，我睡了。听话的闭上眼睛，天刚蒙蒙亮就赶紧起床去灶房做饭。是不是还想偷懒？臭小子，我告诉你，一会儿给我老老实实的读书，读不好还揍你。待到天色大亮，李若兰去里屋将微微喊醒。娘，你好香啊，我好幸福啊。这就幸福了呀？要求这么低的吗？对呀，有娘在身边，我就很幸福。小燕子穿花衣，年年春天来这里。我问燕子你为啥来？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。哇，娘唱得好好听。好了，娘带你去洗漱吧，好不好？与那边母女俩亲亲热热不同，在地里割稻子的张清远实在是饱受折磨。爷，你倒是快割呀，奶奶都比你割得快。赶紧读你的书，大声念出来让爹听，敢读错一个字就揍你。哎呀，自己咋这么欠呢？非要嘲笑老爹，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哎呀，今天可以了，天色不早了，我们先收拾下稻子，回家打谷吧。老大，你就不用扛稻子了，回去歇一歇，打谷吧。老婆子，你在这里先捆着，我们一会儿回来拿。知道了，爹。老大，爹知道读书没有下地的，不是爹不心疼你，可咱家的钱差不多全用在你身上了，爹再不一碗水端平些，松子和柏子该有意见了。可别，我们愿意攻打的读书，只要爹不打我们就行。啊，爹，我知道，别担心，下地我没意见的，谁说读书人就不能下地了？老大，原是你早些年去过一次，还是咱家卖了2亩地才去的，这些年家里又攒了些钱，够你明年去府城的了。咱家这个情况你也知道，松子明年就成亲了，柏子也大了，父亲为他俩考虑，以后呢，你抄书的钱就不用上交了，去科举的钱只能自己攒了，听到没？啊，爹，如果我这次再考不中，我就找个地方教书去，虽然我只是一个童生，但我可以专门给小孩子开蒙啊。呸呸呸，说什么脏气话呢？怎的自己咒自己呢？爹说你一定能考上。非常好，栓子，照这样下去，你以后肯定比爹厉害。我果然是文曲星下凡呐！爷爷、二叔、三叔，你们听到没？爹夸我厉害了。那三叔以后可就靠你了，文曲星。还有二叔，咱家栓子本来就厉害，不用你爹说了，爷爷早就觉得光宗耀祖还得靠我们栓子。没问题，爷爷，等我出息了，肯定给你盖大房子，再买几个下人，以后你就是老太爷了。大笑着跑回家跟娘亲分享这个好消息去了。娘，
娘，爹说我读书厉害，比他强呢。是吗？既然比你爹强，那就好好读书，以后啊考个进士让娘看看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娘，今天晚上又吃什么好吃的呀？真香。今天晚上吃烙饼，里边还加了肉馅儿。耶！时间一转眼就到了9月底，张清远终于写完了画本的上部。哎呦，好久不见呀，清远老弟，你这是忙什么去了呀？也不见你来送书稿啊。好，老哥见谅，清远最近在家埋头读书，没什么时间抄书啊。正常，老弟你科举最重要，这次来是要买书？不瞒老哥说，清远最近在家构思了一本画本，现已写完上部，特拿来让老哥参详。好，新画本，走，里面说话。哎呀，这是弟妹和孩子吧？哎呀，快，里面请。大约过了1刻钟。哎呦，清远老弟，实在是你写的画本子太好看了，哥哥我看的都入迷了。没事，要么老哥你先看着，我先带孩子们出去逛逛。哎，不用，虽然没看完，但哥哥我肯定你这个画本子不错，肯定大卖。不过我看你这才是上卷，咱这画本是要分上下卷吗？咱们书局可没这么卖过呀。不是上下卷，是上中下卷啊！实在是弟弟我这个画本太长，不分卷的话不行啊。而且我这才是第1部，我准备写4部。厉害，老弟，那画本就先放哥哥这里卖着，到时候按照行情给你润笔费。老哥，你也看见了，我这个画本跟其他人的画本还是有区别的，我希望可以跟书局分成。分成？这个你可是难为哥哥我呀，你也知道我就是个掌柜的。刘掌柜有些为难。老哥，我知道我的要求有些过分，但画本你也看了，弟弟我对这个故事有信心，麻烦老哥找东家问问，拜托了。行吧，正好我们书局东家这几天要过来查账，到时候让东家决定吧。张清远跟刘掌柜约好3天后再来，带着母子3人离开了。虽然有些尴尬，但既然来到镇上了，张清远还是决定去先生家看看。先生姓吴，是个秀才，在镇上开了一家学堂，教学质量一般。你这小子这么久都不来看先生，来了怎么还带东西啊？先生家里缺你这点东西了？先生勿怪，这是学生的一点心意。清远今日在家闭门读书，准备来年的院试，写了几篇策论，望先生指点。走到我书房去。好，这句破题写得好。这里也不错。清远，你的文章进步很大呀，如果这次不出意外的话，一个秀才是稳了。先生只是秀才，也没什么可教你的了，以后不要再过来了，安心的在家读书吧。先生，您是我的启蒙老师，学生永远不会忘记您对我的指点。好，清远呀，那先生再多嘴说一句，你天赋很高，先生不才，学业上能教你的只有这么多了。先生相信以你的水平，将来肯定有大出息，但是一定要记住，先生给你起名清远，就是让你在前途远大的同时，不要忘记风清气正。弟子谨记。爹，你怎么了？不开心吗？爹没事儿，让爹看看我们微微买什么好吃的了。是糖，可甜了，娘给我和哥哥买的，我还有3块呢，吃了1块，还有2块。爹，你等等。爹，你也吃了就开心了。张清远吃着女儿给的糖，心里顿时有了想法，自己做不成女婿，但可以做儿子啊。既然吴秀才没儿子，不如认吴秀才当干爹。就在刘掌柜忘我的时候，宋如礼走进内室，看着自家掌柜一脸沉醉的表情，不禁奇怪，这老小子读书要是有这么用功，也不至于还是个童生。宋如礼轻咳一声，刘掌柜没反应，又轻咳一声，刘掌柜还是没反应，又重重的咳了一声，刘掌柜才不耐烦的抬起头。哎呦，东家您来了，这四福怎么不说一声呀？是我不让他说的，主要是来看看我们刘大掌柜废寝忘食的是在干什么呢？说到这个，东家，我今天新收了本画本，写得太好了，直接看入迷了。好，新画本，
什么类型的？你看的画本不说上千也有几百了，还有能让你看入迷的？武侠的，就是这个作者不想一次性拿银子，想分成。看来是对自己的画本很有信心了。来了，我看看。可是东家，我还没看完呢，能不能等小的看完了再？别废话，赶紧拿来。豪侠三兄弟之富家公子初入江湖，这名字也太直白了。这画本的确有意思，看着看着跟刘掌柜一样入迷了，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样子。刘掌柜看着东家，也看进去了。晚时吃的宋如礼也心不在焉，不断思考着画本情节。匆忙吃完的宋公子又继续挑灯夜战。乔峰到底有没有当上武林盟主啊？清源老弟，还不是你的画本写得太好了，我们东家这2天都熬夜看呢。哎，就是，这位贤兄，小弟实在是久仰啊，听刘掌柜说起过很多次了，您画本写的属实是妙啊。是吗？我不信。承让，东家叫我的字即可，在下字清远。清远兄，你也别叫我东家了，我姓宋，你喊我如礼就好。清远兄，快请坐。刘掌柜，还愣着干啥？上茶啊！哦，如礼兄客气了。在下此次前来是为了谈画本一事，不知如礼兄考虑的如何了？没问题，清远兄的画本实在是写得好，如礼已经很久没有这么酣畅淋漓过了。不知清远兄想如何分成啊？我希望可以是4-6，我4，书局6。这怕是不行。你也知道，现在的画本都是靠人工抄写的，成本在这儿。你拿4分利，我们书局没得赚啊。28。如礼兄，这本书我建议不用人工，直接刻版印刷。这个刻版印刷的成本很高啊。虽然我们书局算得上是咱们庆朝数1数2的书局，但是刻版我需要承担的风险太大了。不如这样，如礼兄先试卖一段时间，看看市场反响，我们再讨论其他。至于分成，咱俩各退一步，3-7。若以后要刻版印刷，在下可以接受28。对了，清远兄，我听刘掌柜说了，你这个是一系列的故事，不知下一卷什么时候能写完呀？年前应该差不多，但等下一卷写完，在下就要专心准备院试，恐没时间再写了。分成一事，在下接受了，只是清远兄需要保证这画本的后续，只能让我们书局出售。独家权，这个没问题。既然定好了，那在下多嘴问一句，乔峰当上武林盟主了没啊？不好意思啊，如礼兄，恕不奉告，且看下卷分解喽。不过我觉得肯定能当上，天虎18掌实在太帅，这慕容复一看就是个绣花枕头。天色不早了，在下先告辞了。送走了张清远，热情的宋如礼又恢复翩翩公子的形象，看着一脸狗腿的刘掌柜，说吧，有什么事儿啊？没什么，就是既然公子画本看完了，能不能让小的也欣赏一下？看什么看？公子我还得带回去呢。至于你，就等书开始售卖的时候再看吧。小五，账上完了，收拾行李回府。微微，刚才干什么去了？爹，我刚跟娘在除草呢。娘说要把杂草清一清，菜才会长得好。二叔，这是给我的吗？也太像了吧！原来二叔还有这个手艺，自己从来不知道，也没见二叔给自己孩子编过。也是，生活的重压下，谁会有闲心编这些东西呢？二叔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什么都不知道，谢谢你，原来可以对我这么好。客气啥？栓子非缠着我编，顺手就给你编了一个，你拿着玩。二叔可真厉害，这也太像了。爹，你说是不是？你二叔能有你爹厉害？你爹我是专心读书，没时间编，否则肯定比你二叔编得好。是吗？没错没错，爹肯定最厉害啊，我最喜欢的就是爹啦。女儿才这么小，我就看不得她跟别人亲近，那以后真是烦死了。好好的女孩子为什么要嫁人啊？在家待着多好啊。
唉，风水轮流转，苍天饶过谁呀？没等消停日子过几天，新一轮农忙又开始了。张清远哀嚎一声，老老实实跟着继续下地去了。张清远由衷的希望自己的画本可以大卖，这种罪真不是读书人该遭的罪呀。其实张老汉和徐老太对女儿一点不比儿子差，所以一家人根本没有重男轻女的情节，只是之前栓子活泼好动，就很受全家人的疼爱，而微微怯懦不爱说话，所以得到的宠爱就不多。但经过这段时间微微的发力，看到懂事的微微，再看看栓子好吃懒做，纷纷开始宠爱起微微。至于栓子没心没肺的，根本不在乎这些，只要有好吃的就心满意足了。外面的人不是整天说我纨绔吗？不是整天说我靠家里吗？笑话，那肯定是他们嫉妒。我堂堂伯府公子，怎么会在乎这些酸腐之士的言论呢？话虽如此，既然我读书确实没天赋，不如去好好经商，重金砸下他们喜欢的花魁，包饭吃场，吃饭包场，让那些个拮据的穷酸公子羡慕羡慕，肯定很爽。宋大公子一顿操作，到了快过年的时候，这画本已经在京城各个纨绔公子之间广为流传了。这本只在纨绔公子之间疯传的书，逐渐一传十，十传百。就这样，这画本一经发售，3天之内库存全部清完，茶楼也持续爆满，直接令宋如礼赚了个盆满钵满。嘱咐刘掌柜带着分成和自己的书信，立刻找到张清远，希望张清远可以尽快写完下一卷。请问是张清远家吗？哎呦，清远老弟啊，你真是让我好找啊。爹，这是镇上书局的刘掌柜。啊，是书局掌柜的。找老大有什么事啊？爹，是关于抄书的事儿，我们去书房说了。掌柜倒了碗水。老哥辛苦了，先坐下喝点水。这是干什么来了？老弟呀，东家让我过来把你的分红送来。东家说你看信就知道了。老哥，东家是京城的吗？我看信上说画本在京城卖得很不错。那是自然，咱东家可不一般，毕竟是……突然想到什么，没继续往下说。张清远会意，看来这宋公子家世很厉害呀。老哥，辛苦你跑一趟了，正好我这边第2卷写完了，这就拿给你。哎呀，老弟，真是拿你没办法，这不是碰巧东家来查账，我这也是顺水推舟，谢什么谢呀？咱哥俩这样就生分了嘛。至于东家的家世，不是老哥我不想说，实在是门庭太高，知道多了对你没好处。反正老弟你就放心写画本，其他的都不用担心就是了啊。送走刘掌柜，张清远草草跟张老汉解释了刘掌柜来的原因，疾步走回书房清点银子，竟然有120两发了。这房子旧了，该翻新了，家里人穿的棉衣旧了，该换新的了。对了，还得再做几床棉被，现在的棉被盖着有些冷了，古代医疗条件太差，特别是小孩子，一个风寒可能就丧命了。陡然暴富的张同生顿时有些找不着北，现在纯是一股暴发户心态，看见旧的就想换掉。面带微笑的走进大儿子，张老汉笑容逐渐僵硬，他都听到了什么？这个旧了得换，那个桌子也快坏了，换，房子也得换了。换这些得花不少银子吧？沉浸在美梦之中的张清远没多想，顺势回答：这才多少银子，哥有钱。张老汉直接一巴掌拍过去，打醒了张大款的美梦。我让你哥，我让你有钱，哪来的钱呀？你是不是学傻了呀？不是，这怎么了爹？你打我干嘛呀？还问为什么？你自己说了什么你自己清楚，还换这换那的，
我看你啊是想钱想疯了，一个读书人这么爱钱。爹，我知错了，别打了。爷爷，别打了，爹肯定知道错了。哼，看在微微的面子上放过你，你小子以后给我小心些。果然，爹娘都在，爷爷对自己也是疼爱的。哎呦，微微呀，爷爷就是吓唬吓唬你爹，没看爷爷就打了你爹一下吗？这小老头怎么睁眼说瞎话呢？要不是我跑得快，还能就揍一下？俗话说的果然没错，女儿就是贴心小棉袄啊，比那个见天不着家的臭小子强多了。张千远看着睡不着的微微，头疼不已，憋得快炸了。我和若兰还有个不得不说的120两的故事呢，这小妮子大眼睛锃亮的，得玩到个什么时候啊？瞥见爹爹眼色的微微，估计爹爹跟娘亲又有事了，他俩还以为自己不知道呢，殊不知自己偷听过很多次爹娘聊天了，就是可能自己太小的缘故，经常眼睛闭着闭着就睡着了。媳妇儿，今天刘掌柜给我送来分红了，你猜有多少？我寻思也是来给你送钱的，看你这兴奋劲儿，再加上你因为这事儿下午还挨了一顿揍，肯定不少吧？老婆大人英明啊，足足120两。什么？才一卷就赚这么多，写画本也太赚钱了吧？爹爹写画本的事自己知道，本来还不懂画本是啥意思，听爹娘讨论过内容才大概明白一些，可没想到能赚这么多钱啊，120两呢。前世连拥有几文钱都是奢望，猛地原本兴奋的心情顿时跌落谷底，悲伤一下子涌入微微心头。原来如果上辈子爹娘还在的话，家里肯定能过上很好的日子吧。果然家里这么惨，都是让我害的，都怪我。写画本要是那么赚钱，那这些读书人岂不都写画本去了？关键你老公我写的那叫畅销书，非常卖座，销量到位了，钱肯定也大大的到位了。等我考出秀才，咱俩到时候就去县城买个宅子，我呢就开个学堂，闲暇时候写写画本，你呢想做生意就给你开个店，不想做生意呢就在家做秀才娘子。行了，你快别做梦了，咱们没分家呢，哪能搬出去啊？再说了，就算分家，你是老大，小老头和小老太太都得跟着你。啊，你说的好对啊，可这动不动挨揍的日子，啥时候才是个头啊？也不知道小老头对我读书的事儿为啥这么执着。那谁知道了，我连原神的记忆都没有。不过搬走这个事儿也不一定不行，毕竟老人都是练就的，说不定等你考上了秀才，小老头就能同意咱们一家4口搬出去呢。只不过到时候得多给些钱，最起码让家里人日子都好起来呀。你说的有道理，只要能脱离苦海，给多少钱我都愿意。说起来，这次你得了120两，要不要跟小老头说一说，然后给他一些，这样咱家的条件也能好一些啊。这可坚决不敢呀！你不知道，小老头对我读书的事儿特别执着，原生的记忆里与小老头有关的大部分记忆都是因为读书的事儿被揍，那记忆单是回想起来都觉得肉疼。不如等院试结束再告诉他吧，我怕他知道我不务正业，打断我的腿。也行。对了，我发现栓子有些太过跳脱，心思不在读书上，得好好教教了啊。主要我还是个不善言辞的，平常也不敢说太多。这确实是个大事儿，不过我最近也没时间，当务之急是考上秀才。至于栓子，以前都是小老头管着，你管多了也不合适，那就等院试结束的吧。不管中不中秀才，也不管老两口跟不跟着，咱们都搬出去，正好给那臭小子直接送去书院，我是坚决不交，省得来气。至于举人，还是让栓子去考吧，我想过过悠闲日子，再给咱女儿买个丫鬟，请个先生，教琴棋书画什么的，这不就齐活了吗？清远，我觉得你最好还是去考个举人，秀才女儿应该不太好找对象吧。
这个到时候看情况吧。如果咱有钱的话，秀才女儿怎么了？照样嫁得好。哎，现在说这么多也没有用，我又不敢暴露自己有钱的事儿。哎，你说的对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得重新买床棉被了。这棉被太薄了，女儿这都冻成一团了。啊，行，明天我就跟小老头说说，孩子最重要。第二天一早，微微起床后默默穿好衣服，去灶房找娘亲梳头。看着女儿不太高兴的样子，李若兰好奇：乖女儿，怎么了？昨天不是还很高兴吗？怎么一觉醒来就不开心了呢？娘，我没事儿，我就是觉得赚钱好难啊。哎呀，我乖女儿怎么突然关心赚钱的事儿了？赚钱的事儿交给你爹就好了，我们微微呢，只负责花就好了。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女儿说了句赚钱好难，就这样了。想不出来别想了，我去看看。爹爹的小仙女怎么不开心呀？爹，我是不是很没用啊？都怪我贪玩，才让爹掉进水里，差点丢了命。微微，你怎么会没用呢？你可是爹爹的宝贝。再说了，你是掉进水里，也肯定不是故意的，对吧？微微带着鼻音嗯了一声。所以说啊，爹这不是好好的吗？不要难受了。可是，微微欲言又止。可是如果不是因为他，上辈子家里所有人都不会过得如此凄惨。没什么可是，你看现在我们一家人都开心啊。好了好了，别不开心了，一会儿吃完饭爹带你出去逛逛好不好？就是微微，没人怪你的。走吧，娘带你去吃饭。好。正好快过年了，我们就全家一起去镇上买点年货。听到大家都要去赶集，张清远有些无语。这么多人，自己的私房钱也不敢拿出来啊，到时候怎么给女儿买？算了，见招拆招吧，偷着给女儿买点儿。往年栓子不是紧跟着我，缠着我买好吃的吗？今年怎么转性了？每次出门都跟爹爹吃香的喝辣的，还没被抠门的爷爷训过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爹爹有私房钱啊，跟着爹爹准没错。张松不爱说话，但绝对是一个善于观察的人。咋都跟着大哥去了？明明跟着老爹才有好吃的呀。二叔也来了呀，这他们一家4口还怎么偷偷吃肉啊？你二叔我还没去过书局呢，见识见识。你这孩子说了什么话？老弟，栓子这臭小子说的话你别介意，大哥带你去书局看看。我没事，咱们快走吧。哎呦，清源老弟要稀客呀！来，快请坐。今天是来干嘛了？不会是又写完一卷了吧？那东家肯定笑翻了。老哥，当然不是了，你也别忙活了，我不喝茶，就是跟家里人来大街逛逛，想来你这换点铜钱，不知道方不方便呀？哎呀，这有什么不方便的？以咱哥俩的关系，老哥我就是送你个几百文都行。大哥果然有私房钱，我就说嘛，怎么非要来书局呢？老弟，给，明年就要成亲了，也去给人家姑娘买点小玩意儿。至于钱的事儿，就别告诉爹了，是大哥偷偷攒的。大哥，你给我这么多干什么呀？大哥递过来的得有好几百文了吧？给你就拿着，这么大的人了，手里也该有点钱了。过一阵大哥再给你些。走吧，现在大哥请你吃肉包子。二叔，能不能分我几文钱啊？问你爹要去。乖女儿，看有什么喜欢的，爹爹给你买啊。娘，就这个吧。你喜欢这个？我看这个还不错，你喜欢不？哎呦，这位太太，您眼力可真好，这个发簪可是精品呢。不，娘，我不要那个，我要这个绢花。绢花有什么好的？我看还是你娘选这个好。这个价格怎么样？哎呀，不瞒您说，价格确实不便宜，得要30文。但是您看这做工，看这几颗匀称的珍珠，再看这流苏，实在是难得的精品，30文真不算贵。就这么点个簪子，竟然要30文，这得买多少肉包子啊？这么小的东西竟然这么贵啊！
爹，我要绢花。乖女儿，那个绢花又不好看，咱们还是买发簪吧，发簪多好看啊！这位客官，在下也能看出来您真喜欢这个发簪。这样，25文，您要喜欢就拿着，怎么样？行，难得我女儿喜欢，给我包起来吧。乖女儿，这是爹送你的第一件首饰，以后你喜欢什么尽管告诉爹，爹给你买。那可是25文的首饰呢，自己再弄坏了怎么办？爹爹真是大款啊，以后一定要抱住大腿。眼看二叔有了钱，妹妹有了首饰，爹爹哟，现在想起你爹我了。我看让你读书的时候，你跑得比谁都快啊。爹，我保证一定会好好读书的。喏，东西呢，爹就不给你买了，你也不需要什么首饰，给你点零用钱花吧。臭小子，可得给我藏着点花，暂时不能让你爷爷发现。要是给我露馅了，以后可就别想要了。